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姓蔡，我出生在广西南宁，我今年30岁。半年前我才选择结婚，但是这段婚姻才维持了半年，最终还是走向了离婚。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，为什么我的婚姻那么短暂？明明和自己的老公都谈了3年的恋爱，为何才结婚没多久就离了婚？其实都是因为他是一个凤凰男，不但私自把自己的父母和弟弟一家接过来，甚至还不把我当成一回事，还要求我为他们全家付出。像这样的男人，我怎么可能接受得了？所以怎么样都要离了这段婚姻，这样自己以后的日子也不会这么苦。我和他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了解到了，他家里很穷，而且还有一个弟弟，但是我并不嫌弃。虽然我父母不希望我嫁到有2兄弟的家庭，也不希望我嫁给这么穷的男人，但是我觉得只要他好好的对待我，我就会好好的跟他过日子。所以那时候不管父母怎么反对，我都要跟他在一起。我和他谈恋爱的那3年里，他每天都对我很好，也很拎得清，但其实都是装出来的。他拎得清，只是伪装给我看而已，其实每天都在补贴他家里，只是我不知道而已。而且那时候不管我说什么，他都会听，从来不会反驳我，也不会做一些让我难过的事情。所以跟着唐奈的那段时间里，他对我很好，我也过得很幸福。后来谈了3年之后，他向我提出了结婚，当时我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但是我答应了之后，他却说道：我家没有钱买房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家陪嫁房过来，只要你父母陪嫁了1套房过来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听到他这么说之后，我也答应了陪嫁房过去，因为我也不想嫁过去之后要跟公婆生活在一起，我只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。但是为了婚后不让他父母过来住，我还特地对他说，不能让你的父母和你的弟弟搬进来住。我知道你家里条件不好，但是我不喜欢跟他们生活在一起，我只想过我们2个人的日子，不想被任何人打扰。我希望这一点你能够做得到。当他听到我这么说的时候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因为他本身就打算我们家陪嫁房子后就把父母和弟弟一家3口接过来。他弟弟已经结婚了，还没有房子住，每天都跟着父母挤在那些烂房子里，所以他就想让自己的弟弟和父母搬来城里住，让他们一起享受这里的好生活。但他听到我这么说之后，只能先答应我，等结了婚再重新考虑这件事情。我听到他答应了这个要求之后，我心里很开心，也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。后来我俩也顺利的结婚了。结了婚之后，我们也搬进了陪嫁房住。刚住进去的那几天，我们2夫妻都过得很幸福，我也很喜欢这样的日子。可是才结婚1个月，他就私自把他父母和他弟弟一家3口接到了我陪嫁房住。当时我完全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跟我说。我下班回来的时候，看到公婆和小叔子一家都挤了进来，当时我很生气，然后就拉着老公回卧室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不是已经答应我了，不会把他父母和弟弟接过来吗？为何要食言？他说：哎呀，老婆，你别计较那么多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我接他们过来也是为了表现一下我的孝心，同时也是为了照顾我弟弟一家。过我自己独享这些好日子，那我心里会过意不去。所以我希望你要理解我，毕竟我家里穷，买不起房子，如果你再不让他们搬进来，那到时候我们村的人肯定会说我没良心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很生气，但是人都搬进来了，我总不能强行的把人家赶走，所以也只能让他们住下来。
从那之后，我发现总是补贴他弟弟和父母，而且还承担养他弟弟的孩子。有时候我问他拿钱，他也不给我，还说他的钱要给他父母和弟弟，我没有资格拿。那一刻我也明白了，他就是一个凤凰男，而且一直都是，只是我没有发现而已。所以这个凤凰男真的太会伪装了。他之前承诺说不会让他父母过来住，也只是嘴上答应而已，心里根本就不是这样想的。因为他已经计划好了，结婚之后就立马把父母和弟弟接过来，只要人过来了，我也不好意思赶走。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。当时我也很后悔嫁给他，我也劝过他很多次，让他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要多多考虑我的感受。可他根本就不听，甚至还不把我当成一回事。还有他父母和弟弟欺负我的时候，他也从来不帮我，有时候还站在他们家人那边来对付我。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委屈，也很生气。公婆和小叔子也因为我老公不帮我，三天两头欺负我，甚至有一次还怂恿他们的孩子来打我。还有平时婆婆还命令我伺候他们全家，如果我做不到，就会骂我，甚至还会羞辱我。我实在忍受不了，我就跟他们吵了起来，甚至还让他们搬走。如果不搬走，我就打电话叫我娘家人过来把他们赶走。谁知我的话音刚落，我那凤凰男老公就直接甩了我一耳光，然后还对我大吼道：“离婚！你容不下我父母和我弟一家三口，那我也容不下你，赶紧滚出我的房子，莫要在这里碍眼。”听完后，我瞬间觉得这个男人特别的不要脸，然后我直接拿出房产证给他看看这套房到底是谁的。他看完之后瞬间很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住久之后就以为这套房是他的，所以说话才这样牛的。然后他就连忙跟我道歉，还说刚刚只是说气话而已，让我不要介意。但是我却答应了离婚，并且把他们赶了出去。后来他也后悔得不得了，因为他亲手毁掉了自己的美好婚姻，也毁掉了这样的好生活，所以他肠子都悔青了。后来从那之后，我再也不敢相信任何男人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好男人，都是心机男。所以为了不让自己受委屈，我决定单身一辈子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被别人伤害了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今年32岁，我姓梁，我出生在广西南宁。我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公，自从跟老公结婚之后，我们基本上没怎么吵过架，还有平时老公对我也很好，从来不会做一些让我失望的事情。他家里人欺负我的时候，他也会站在我面前帮助我，所以他是一个很合格的丈夫。但是老公有一个很嚣张的妹妹，他妹妹特别的看不惯我，总是觉得我配不上我老公，为了挑拨我们夫妻关系，经常跑来我家里欺负我，要么就是跟我老公说我的坏话。小姑子这么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家里没有钱，条件很差，还有弟弟妹妹，而我老公家里条件很好，他又是一家公司的领导，每月收入比我高很多，所以我小姑子总是觉得我高攀了他哥哥。对于小姑子的这种行为，我真的是很讨厌。虽然我条件不好，但她也没必要这样子对待我。而且我老公都没嫌弃我，他凭什么整天嫌弃我？每当小姑子来我家刁难我的时候，我老公都会劝她不要老是欺负自己的嫂子，但小姑子根本就不会听，因为在她眼里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就连呼吸也有错。还有她平时还经常怂恿婆婆一起来欺负我，她这么做都是为了逼我走，让我跟我老公离婚，这样她好给我老公介绍新的老婆。
有时候我真的是很想反驳小姑子，但我是那种善良的女人，平时不管受多大的委屈，我都不会反驳，也不会去跟别人吵起来，只会默默地忍受这些委屈。我身边的人也经常劝我，做人不要那么大度，也不要总是让着别人，不然别人只会得寸进尺，自己也会过得越来越苦。我也很想变得强大一点，但我就是做不到，所以有时候我真的很讨厌我这样的性格，明明都已经委屈死了，还是不敢去反驳，总是默默地忍受别人的各种羞辱。不过好在我有一个好老公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婚姻该怎么维持下去。我生孩子的时候，老公为了能够让我养好身体，直接把我送去了月子中心，每天有专门的月嫂伺候，孩子也不用我带，所以那1个月我恢复得很好，也没有落下月子病。所以我很感激我老公舍得出钱送我去月子中心，从这一点我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特别的爱我。到后来婆婆跟小姑子得知这件事情后，直接跑来骂我，说我败家，还说坐个月子而已，有必要花几万块钱去月子中心吗？你真以为你老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吗？真的是太不像话了，一点都不懂得考虑自己老公的感受。他们骂完之后，我老公直接回应，我挣钱给我老婆花，天经地义，还有这是我的钱，我爱给谁就给谁，你们管不着。我希望你们不要老是欺负我老婆，不然哪天把我惹火了，就别怪我不认你们。当时我老公这么一说之后，他们立马闭了嘴，因为他们也害怕我老公会跟他们断绝关系，所以也只好收敛一点。后来好长一段时间，他们都没有来欺负我，我很感激我老公，要不是他一次次地帮助我，估计我早就跟他离婚了。所以嫁给他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因为他懂得为我考虑，也懂得维护我。但是这时间不断流逝，我和老公也结婚了好几年，我的孩子也上了幼儿园，而且我姑子和婆婆也很少来欺负我，所以那时候我的日子过得很清静。本来我以为这样的生活能够一直这样维持下去的，没想到前段时间小姑子又来作妖了。小姑子总是看不惯我的行为，一直以来都想打我，但就是找不到理由打我，所以前段时间她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不但能够顺利打我，也能够当着我老公的面教训我。而她这个办法就是故意提出来我家聚餐，然后让我去买一些过敏的菜给公婆吃。当时我也完全不知情，也按照小姑子的要求去买了那些菜。后来买回来之后，我也很用心去做这顿饭，因为我们一家很久没有聚餐了，所以怎么样我都要用心去做。虽然我很讨厌小姑子跟婆婆，但再怎么讨厌他们，也是我老公的家人，所以我当然要好生伺候。后来做好饭出来之后，我就去客厅那里请他们过来吃饭。结果公婆刚到饭桌，直接对我开骂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不知道我们吃这些东西会过敏吗？还故意做那么多，是不是存心不想让我们来吃饭？”当时我很冤枉，然后我不停地解释，这是小姑子让我买的，可是小姑子却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，说跟她没有任何关系。然后我直接跟他们吵起来，结果小姑子觉得我做了这样的饭菜还有理，然后就当着我老公的面说道：“哥，你看这就是你的老婆，太没教养了，给咱爸咱妈做过敏的饭菜吃就算了，现在还有你跟他们吵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，我今天就替你教训他，让他知道怎么做人。”说完，小姑子就抬手想打我，结果我老公之间一巴掌扇过去，当时小姑子一下子没站稳，
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然后捂着疼痛的脸问自己的哥哥为什么要打他。我老公直接回应：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是你的阴谋诡计，你就是想趁机打我老婆，但我告诉你们都没有。还有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以后谁都别来我家，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家人。说完，我老公直接把他们轰出去了，后面还和他们断绝了关系。从此，他们再也不敢来我家。而嚣张保护的小姑子被打了一次之后，温顺的事多，听说对待人也没有那么嚣张了，因为她也知道了，太嚣张了不会有好的下场，所以就立马改掉自己的性格，生怕以后会因为自己的性格找不到对象，或者是被所有人讨厌。从那之后，我的日子彻底的清静了，再也没有人打扰我，也没有人欺负我了，我也可以好好的跟我老公过日子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